我教你是为了让你看起来更有家教，这样子才好被领养。我是为了让我自己安心，我一点都不想管你，懂不懂？你喜欢我的人生不是只有你一个人啊。我叫安然，突如其来的一场车祸，致使我的父母双双离世。死者夫妇的手机里头，只有他们和一个小男孩的合影。大学期间，父母瞒着我偷偷生了2胎。为他们送行的那天，是我和弟弟的第一次见面。我一方面要缓解失去父母的悲痛，一方面还被迫接受素未谋面的亲弟弟。你现在首要的任务就是把你弟娃好生养大。那爸妈就这么一个儿子，以后他们家还要靠他当门立户嘞。长辈们以长姐如母的道德枷锁逼迫我抚养弟弟，瞬间点燃了我多年积压的屈辱感。童年时父母为生2胎逼我装瘸子，篡改高考志愿毁掉我的学医梦想，全家福照片中唯独没有自己的存在。这些创伤让我对世人亲情充满质疑。我不养，谁爱养谁养呗。嘴口真硬，我今天就替你妈老汉儿好好生生地来收拾下你。滚！我们家不行，打人哈！你能打？打我一下试试！你敢打我就报警，谁让你打呀？此刻的爆发不仅是拒绝责任，更是对重男轻女家庭的控诉。姐姐这个称呼仿佛成了世界上最刺耳的声音。我想考研究生，还要去北京脱产学习，我有我自己的生活，凭什么要被这个弟弟束缚住？我把读书的机会让给你老汉儿，每个月就开45块钱，还要资助你老汉儿15块。没得人规定我要这么做噻，但长姐如母，你的选择关我啥事？姑妈的选择看似自主，实则也是被姐姐的身份裹挟，换来的只是一份自我感动式的牺牲。我将弟弟视为闯入生活的敌人，拒绝将这种被剥夺的权利美化为美德。我大学4年的生活费、学费都是我自己解决的，我养我自己已经够辛苦了，凭啥子还要我养他？是他们非要生的，凭啥子要我负责？凭啥子？我深知反抗将面临道德的审判，但仍选择用对抗捍卫生而为人的权利，哪怕被贴上自私的标签。父母闹离婚时，一时冲动把房产证改成了我的名字，现在却成了我最关键的保命符。我先是赶出了那些住在我家让我无比恶心的亲戚，接着为弟弟拟了一份送养协议。爸爸妈妈呢？我正在给你找领养家庭，到时候你就有新的爸爸妈妈了。干嘛呀？和弟弟的相处犹如针尖对麦芒，我试图用理性说服自己不要计较，但情感上弟弟的存在却不断提醒我被迫中断的人生规划。爸爸说家里东西都是我的，你必须听我的话。这是什么？这是什么？房产证，这上面写的是我的名字好吗？安然，这个房子是我的，我想卖就卖，我不想卖我就不卖，这是我的，知道吗？我必须用房产证证明自己不再是任人践踏的弱者，而弟弟的攻击却让我意识到，即使拥有房产证，自己仍被困在长姐如母的社会凝视中，难以真正切割与弟弟的共生关系。他每天都吵着要吃肉包子，还当着我的面把我准备的早餐揉成渣，那副不达目的不罢休的模样，像极了曾将我梦想碾碎的父母。我粗暴地拽着他去上学，他的哭声引来了路人异样的目光，甚至还有人把我当成了人贩子。你是肉啊啥子人哦？我看到好像不想跟你走啊。咋跟你走嘛？路人的话反而让我产生一种荒诞的解脱感，仿佛这一刻将弟弟推给他人，就能卸下道德枷锁与生存重负。他哭着跟了我一路。牛奶、肉包子，可以闭嘴了吗？或许我正站在命运的岔路口，继续妥协可能重蹈姑妈的覆辙，但我又无法否认弟弟的脆弱极需要人保护。晚上他为了讨好我，居然从窗户外爬了过来。本是图干身，不要太着急。好在只是皮外伤，我一眼就看出他在装睡。我没惯着他，直接走出了医院。他立马提着鞋子灰溜溜地跟了上来，没走几步又开始闹小脾气。
或许是对弟弟孤独处境的一丝共情，我首次尝试以非对抗的方式处理与弟弟的关系。当他主动趴在我的背上时，我愣了一下，顺势将这个小家伙背了起来。弟弟无意间唤起的母性体验，使我意识到反抗世人枷锁的徒劳。你跟妈妈一个味道。弟弟无意间的依赖像一面镜子，照亮了我竭力隐藏的柔软。那是一种对抗命运时的无力感，也是对母性本能妥协的前奏。看着他一直懵懂于父母的离世，我把他带到父母的墓碑前。人怎么会变成灰呢？都会变成灰的呀。我是不是再也见不到爸爸妈妈了？弟弟的困惑恰是我童年未被回应的情感投射。爸爸从来不打我。一方面我怨恨父母从未真正爱过自己，他为什么打你？另一方面又因永远失去和解的机会而痛苦。我们的爸爸好像不是一个人。我和你也不是一个人。我看到弟弟身上承载着父亲的期待，而自己却是被家族抛弃的错误。弟弟口中的爸爸是慈爱的，而我的记忆却充满暴力与谎言。我们永远无法共享真实的家庭记忆，只能选择用冰冷的语言掩盖内心的刺痛。我曾在地铁站试图抛弃弟弟，认为只要摆脱了他，就能彻底斩断人生家庭的枷锁。可看着他在人群中无助的哭喊，瞬间联想到自己不幸的童年，原本绝绝的心理防线刹那间被击穿。你去哪了？我也上了个厕所。在弟弟的幼儿园，我看到了撞死我父母的货车司机。交警给出的原因是父亲突发心梗，可他出于人道主义给了舅舅2万块钱。就因为这个，我一直觉得他是酒驾逃逸。呀妈，我们不喝酒的，我从来都不喝酒的。你喝酒，陈老师还让你少喝点。你到底是不是酒驾肇事逃逸？你不就是要钱吗？我要的不是钱。那你要啥子嘛？我爸爸死了，所有人都觉得他是我的责任。明明做错事情的不是我，凭啥子你们全都冲我来？这个事情到底要咋个算？我将身份焦虑转移到肇事司机身上，实则是对税源绑架的激烈抗议。事情发酵以后，姑妈疯了般来质问我。你要敢卖你弟娃，我就去法院告你。你签了协议书嘞？咋不算？他明明也是父权社会下的受害者，此刻却成为了长姐如母的施压者，用泼水这一羞辱性的动作，强化了女性必须为家庭牺牲的规训。或许是心中有愧，货车司机帮我找到了一户合适的领养家庭。弟弟似乎察觉到了什么，自那之后变得格外听话，时不时地黏在我身边。你说我归你管，你教我系鞋带，用筷子。我教你是为了让你看起来更有家教，这样子才好被领养。我是为了让我自己安心，我一点都不想管你，懂不懂？你喜欢我。他用孩童的直觉戳破了我的伪装，我既恐惧被看穿，又痛恨自己无法彻底保持冷漠，只能强装冷睡地武装自己，实则是对内心负罪感的拙劣掩饰。隔天弟弟为了不被领养，故意在幼儿园惹事，打掉了同学的牙齿。人家一听他有暴力倾向，立马拒绝了领养。我气得用剪刀戳破了他的足球，他看到足球无法复原，没有甩脾气，反而给生理期的我泡了一碗姜糖水。我以后听你的话，你不要卖我。我不是要卖你，我只是给你找一个家，让他们来照顾你。我只想要你陪我。弟弟的哀求瞬间将我拉回原生家庭的情感黑洞。我曾将送养弟弟视为摆脱枷锁的必然选择，甚至在地铁站抛弃未遂时，仍试图说服自己这是为他好。但弟弟的依赖让我意识到，你等等我不行吗？逃离税源的代价，我的人生不是只有你一个人啊，只不过会成为另一个施害者。我只有你了。我从来没想过
自己会被一句话一个眼神拽下眼泪。我突然发现自己并非如想象中冷血，这个曾被我视为夺走父母之爱的男孩，此刻成了与我共享创伤记忆的唯一纽带。要不是你姑父生病把我缠到起了，我肯定给你把弟儿带好。你带对的好说，我小时候就在你屋头，还不是一样，被表哥当成沙包练拳，被姑父看洗澡。我的反驳不仅是对姑妈能力的质疑，更是对原生家庭结构性压迫的控诉。你是个好人，姑妈。姑妈为弟弟牺牲事业甚至人生，换来的只是弟弟鸡毛的生活。但好心未必就能办好事。我深知他的善良背后是未觉醒的自我奴役，这种奉献只会让弟弟重复自己童年被忽视、被伤害的命运。丧假休完回医院上班的第一天，我看到一位产妇的状况极不乐观，即使妊娠会有大出血的风险，可一家人认准了要生儿子，死活都不同意我的建议。你是在梦上！梦上！你都生了2个女儿了，你为啥说没有生啊？儿子就妈妈好吗？我将产妇的处境与自己的创伤重叠，质问中夹杂着觉醒者的孤独与绝望，愤怒于女性身体工具化的社会规则。当生育成为满足传宗接代而非爱的延续时，世人只不过是一张张暴力的遮羞布。可不可以把你弟娃儿交给我来照顾？我们好歹是亲戚，我卖了一套老房子，花不起你读研的费用，上哪都归我。我别无他法，只能将弟弟留给不靠谱的舅舅照顾。弟弟走后，我不分昼夜的复习，可总是静不下心来。直到有一天我去找舅舅，看到的却是弟弟被养得不成样子。你别吻他，我姓马。你抓什么？你抓什么？你要抓什么？我哪有看到你了？我自己救的啊！房子我自己买，你分钱都不要再拿到。我气愤地将弟弟带走，出于补偿还给他做了肉包子。晚上看着父母的遗像，我偷偷在客厅流泪。我想要的从来都不是你们的房子，从来都不是。我需要的从来都不是用钢筋水泥堆砌成的补偿，而是一句迟到的道歉，一句温暖的问候，一个被当作独立个体而非备胎女儿的认可。那一晚，弟弟说他害怕，想跟我一起睡。我们一直聊到很晚，他的瞳孔在黑暗中发亮。此刻的亲密像一场心照不宣的诀别彩排。直到我酣然睡去，他还一直不停地确认着我的梦想。姐姐，我不想你变成回忆。后来为了帮我圆梦，弟弟找之前被打的同学帮忙，打电话给领养家庭，澄清自己没有暴力倾向。那天他不是故意用球打我的，我原谅他了。我想和你们过。我们觉得可以，现在主要就看你了。我始终将弟弟视为需要被安排的累赘，然而当弟弟选择主动割舍时，我却并未如预期般释然，反而陷入了更深的犹豫。看着我的眼睛，你什么意思？我如同站在悬崖边的困兽。我不要你不说话，你什么意思？前方是梦想的曙光，身后是血缘的深渊。我既希望用疼痛刺激弟弟说出绝情话，又试图通过肉体痛感覆盖内心的撕裂。打弟弟的每一下，都在同步抽打自己残留的母性本能。我不要你了！我表面通过语言暴力引导弟弟主动斩断情感纽带，实则是需要这句话作为道德豁免的通行证。弟弟的成全撕开了我所有的理性伪装，让我不得不承认，有些羁绊越是挣扎，反而越深入骨髓。这有份协议，你看一下吧。我们希望你可以在上面签字，并且以后不要再见他了。签字的笔尖悬停在协议上，脑海中闪回与弟弟共同生活的这些日子。
我挣扎着无法下笔，看着他瘦小又落寞的背影，我突然意识到自己与弟弟早已不再是被迫捆绑的陌生人。此刻的泪水不仅是当下的情感波动，更是对被抛弃者与施害者双重身份的认知撕裂。我既是被父母抛弃的女儿，也是即将抛弃弟弟的姐姐。签字等同于成为父母的共谋，将弟弟推入与自己相同的深渊。安子豪，过来！拿着。我知道向前是吞噬自我的亲情深渊，退后是背负骂名的道德荒原，但弟弟的依赖唤醒了我被需要的价值感。也许我这样的人永远不会放弃自己的理想，但现在我不再是被命运推着走的姐姐，而是有能力承担选择的独立个体。